大家好，今天接着上期讲安迪对抗扑克联盟的故事。回到家之后，安迪心想，扑克真是个花费时间的游戏，我可不能把我的宝贵时间花在扑克上面。在这段平静的日子里，一天，安迪偶然发现他新来的风险管理总监 Craig Singer 也是一个扑克迷。他的写字台上有一本 Doyle Brunson 写的书《超级系统》。之后两人兴趣相投，经常在一起聊扑克。一年就这么过去了。到了2003年 ，WSOP 和 WPT 开始举办越来越多的扑克锦标赛。先插一句题外话啊，那时候很多职业玩家已经提前得到了消息，知道扑克节目将会在电视上很火，所以人家早就开始练习打锦标赛了。不得不说，很多人获得财富确实是有信息上的优势。职业玩家 Howard Leder 外号教授，之前是个大胖子，为了在媒体上出名，特意锻炼身体，减了100磅，还做了整形，就是有计划的想借机出名。他在2003年赢了2个 WSOP 的冠军手镯，这些手镯就是成名的工具，因为媒体当年净炒作这些手镯。扑克爆火之后，第一批的扑克明星当然就是 Howard 他们可真是赢在了起跑线上，出了名，又出版了扑克教科书，然后开教学课程，做各种生意，甚至创办了自己的线上扑克赌场 Full Tilt Poker。 扑克爆火之后，安迪的心里也痒了起来，之后跟 Craig Singer 每天打牌。他们把公司会议室的桌子打造成了一张扑克牌桌，把灯光也改造成像 Bellagio 的扑克房间一样，甚至连牌和水瓶都模仿赌场的。他们就在这里练习。安迪会试图开荒新的战术，不过大多都不好用。两人就这么练了几百个小时，当然 Craig 是陪练，安迪还参与了很多地下的私人牌局，这些牌局大得惊人，有的甚至高达2万4万美元。这期间他学会了毒人的技巧，也准备了黑墨镜用来反侦查。他之前跟联盟打的时候总是聊天聊特别欢，然后分神，这回他准备了耳机和音乐，不再尬聊。他体会到了牌桌就是战场，为了在战术上不让对手看穿，他还准备了一个电子震动器，就别在他大腿上，这东西会不规则的震动。安迪在每次震动之后才做决定，他这么玩就不会让对手从时间点上看出任何端倪。看到昔日的对手们在电视上成了扑克明星，安迪终于按耐不住了，于是在2003年4月底重返罪恶之城，这是他16个月以来第一次返回。这1年多，安迪的银行生意很兴旺，联盟也在扑克的爆火下揽下了不少大赛奖金，并有一些像 Barry Greenstein 这样的名人加入。这回没得说，赌注提高到了3万6万。经过了安迪的努力，他又有很大的提高，很多人都败下阵来。但是最终女将 Jennifer 扛起了大旗，她独自一人3天内赢了安迪900万美元，再加上 Howard 补刀，这一趟下来安迪输了800万。同年9月底，安迪再来，这次他提议玩1000万美元的冻结式单挑，盲注提升到了5万10万。安迪一度破冰打赢了 Ted 和 Jennifer， 但是他在最后2天输给了 Todd Brunson 1300多万，所以到目前为止，安迪输给联盟2500万美元。2004年，随着各种锦标赛越来越多，制造出了更多的扑克明星，联盟的人数达到15人，其中就包括 Phil Ivey， 这个人很重要，之后再说。5月份，安迪再次回来挑战，还是5万10万的局。头一天，安迪赢了乔江130万，第二天他就被他的克星教授 Howard Leder 赢了630万。其实安迪在家已经把联盟的这些玩家都分析过了，但是就唯独这个教授怎么也打不过，后来就干脆直接禁止他上场。1天之后，安迪说什么也要提高赌注，一定要玩10万20万的局，威胁说不玩他就回家。经过了一番激烈的协商，在5月12日2004年，当年历史上最大的扑克赌局正式开始。基本规则是每天至少玩5个小时，每天的买入筹码必须是1000万打底，教授不能上场。第一天 Todd 上阵，激烈的对抗1天下来 Todd 赢了100万。第二天，安迪的对手是 Chip Reeves，Chip 一直被誉为是最顶尖的高手之一，这一天他却输给了安迪800万。之后安迪简直是开了挂，过关斩将，一下子赢了1200万。
这次整个行程下来，他也赢了600万。安迪是喜形于色，感觉努力终于有了回报。这是他第一次在一趟旅行中获胜，而且含金量巨高。联盟这边输了就开始互相埋怨起来，有埋怨某人一边喝醉酒一边跟安迪打的，有埋怨乔江玩得像缩头乌龟的，有埋怨 Barry 总是替大伙乱做决定，同意安迪提高赌注要求的，甚至有冷嘲热讽队友从来没赢过安迪一次的。总之就是大家互相乱喷，乱成一锅粥。只有 Jennifer 和 Chip Reese 很友善地鼓励了安迪，说他打得很棒。用 Barry 自己的话说，就是有些人真是活该输啊。可惜这个胜利的保质期太短了，安迪回家陪孩子露营了1个礼拜之后又回来了，结果再次输给了教授和他的，输了1400万，3年合计输给联盟3300多万。安迪再次对扑克绝望，并且隐退了。不过这个时候，媒体把这场扑克大战添油加醋的炒作了起来。在各种采访的煽风点火的作用下，一些受访者也开始飘了。扑克华人大咖 Johnny Chen 把打败安迪形容的像欺负小孩似的，而且把赢的钱也夸大了不少。安迪听了之后感觉受到了侮辱，非常不爽。别看他平时很隐秘，但这次他却给联盟下了一封公开的战书，要决一死战。内容是挑战联盟4000万美元，来他家乡达拉斯玩10万、20万的赌局，由安迪来挑对手，玩到一方输光这4000万为止。战书写道：既然你们说从我手里赢了那么多，那你们岂不巴不得再捞一笔？赶紧来啊！不敢来就闭嘴。那时候联盟早就不敢小看安迪了，所以也没个动静。只有 Ted 和几个不怕死的想过去较量。之后 Doyle Brunson 也发了一个公开信，让安迪来拉斯维加斯再谈条件。这事儿之后就不了了之了。直到2年后2006年2月，安迪才再次回来迎战，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最后一场较量。在拉斯维加斯，他们玩5万、10万的局，打了1个多星期，安迪赢了联盟1170万美元。他再次凭实力让联盟闭上了嘴。这时候联盟手里的资金已经不多了，很多职业玩家都有随意挥霍的坏习惯，他们损失了这1000多万是一个挺大的打击，而且更可怕的是他们没有把握在下一轮能扳回来。如果下次再输，那就是亏损2000万，而且扑克联盟的面子也全没了。当时的安迪已经完全可以凭实力吊打联盟的大部分成员，他们被逼到绝境，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那个天才后起之秀身上。这个人就是之前提过的重要人物 Phil Ivey。Ivey 在04年就加入联盟，但一直就没有出场，因为他也不想打。可能是对当年的他来说，这场赌局太大了。但是在03年到06年期间，他不论是在大赛还是在现金游戏上，成绩都是最显赫的。这个关键时候，大家毫无分歧，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给 Phil Ivey。联盟给他筹备了最后的1000万，供他背水一战。这最后的决战也没人敢在旁边观战，大家都在外面等着。赌局是3万、6万。第一天 ，Ivey 跟安迪打了一个硬仗 ，Ivey 赢了100万，联盟终于喘了口气儿，至少止了血。第二天 ，Ivey 赢了450万，这个时候 Ivey 已经把安迪分析透了。安迪虽然在数学方面有很高的认识，但是毕竟是个业余玩家，他每次计算的时候，Ivey 都看在眼里，所以到最后，Ivey 能把自己带入到安迪的脑子里来玩这些牌。安迪还是不服，要接着战斗。到第3天的时候，安迪把赌局提升到了5万、10万，但这招也没什么用。Ivey 又赢了1100多万美元，3天合计 ，Ivey 赢了安迪将近1660万美元。安迪这个时候明白眼前的对手不同凡响，随后也站起来跟大家握了握手，又对他们说：“我不会再玩了，你们以后再也见不到我了。”然后问 Ivey 要不要为他工作 ，Ivey 谢绝了。就这样，在2006年2月，安迪离开了拉斯维加斯，一直没有回来。这次挑战之后 ，Phil Ivey 也是风名鹊起，化身成为扑克世界的保卫者。再加上他接连拿了好几个锦标赛的冠军 ，Phil Ivey 也成了大家公认的头号玩家，没有之一。这个称号一直保持10多年，直到最近几年才稍微有些动摇。2015年1月，安迪才再次出现。
然而，过了9年的布拉吉奥赌场已经是物是人非，扑克联盟早就分崩离析。这次只有他的孤单的一个人迎战安迪，老爸在旁边看着。他们2人玩的是500万冻结式单挑，这一次他的又赢了，安迪再一次消失在黑暗的夜幕之中。大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会回来。这个故事到此就结束了。我的感想是，安迪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，在一个游戏竞技里很执着，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，差点就灭团一整个行业的精英。而且看他对数学这么热爱，也许他打扑克是为了研究一项跟扑克有关的数学假想理论。Ted Forrest 刚听说城里有1万2万的局，马上就把自己的大部分资产拿到赌桌上搏一搏，不见得就是单纯的赌徒心态，因为富贵险中求嘛。当时还年轻的 Phil Ivey 就能担当整个扑克精英界的中流砥柱，最后保住了大家的资产和名誉，成了扑克的英雄。这就是为啥 Phil Ivey 这么牛。但是我认为最聪明的还是 Howard Leder， 在扑克最热门的时候趁热打铁，出了名收了力，捞了一大笔钱之后，人家退役了。好，这期就到这，我是许攸贤，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和订阅，咱们下期见。